言罢，齐元转身前行，林中连环困阵解开少许，让两个人毫无阻碍地到了露天茶室。李长寿此前改造小琼峰时，将这些外人用过的布置都尽量保留了下来。随后，李长寿安排了一只指导人化作了自己的模样，送去了一点定心凝神的灵茶。有了此前与梦中的道长指尖相触，这狐女似乎也变得羞涩了许多。她与齐元老道隔着木桌交谈时，目中情意绵绵，唇间不吝称赞。也幸亏李长寿此前假扮自己师傅的时候，不只学了形，也学了神，且及时给师傅禀明此前发生了何事。齐元老道只要不喝醉，倒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纰漏，起码这个狐女小兰根本分辨不出。小兰披上长衣之后，将自己的妩媚风情包起大半，她静静地坐在那儿，收敛自身气息时，也看不出这是妖族女子。阵法之外，众看客去了不远处的溪边，做了个简单的曲水流觞，品酒品茶，言说笑谈。酒无一句，你们觉得齐元师弟跟这位狐族道友最后是否会有结果？贫道先来啊。不看好这桩姻缘。我也不太看好。先不说这狐女如何，也不说妖族如何，单说这件事本身，凭我对师父的了解，师父哪怕真的动心，也断不会答应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。久久面露不解。无为经中不是写了，凡事不可强求，也不可强逆。青丘一族不是说都得了天庭那个啥子水神赞扬，根脚也算清正。不是我啥时候都能帮妖族正根脚了？九羽师倒是打破了此前不喜言说的形象，小声道：情这一字，为何还要论根脚呢？九师道：可终究咱们渡仙门刚遭了妖族偷袭，妖族对人教也是恨之入骨，若是此事传出去，确实不大妥当。众人各抒己见，李长寿在旁静静听着，看他们快要吵起来了，才笑着转移话题。没有人比寿更懂转移注意力。以我之见，师父怕是难撑过3个时辰。不管如何，这位道友都是咱们渡仙门之客，咱们稍后请他出来款待一番，也算是尽些地主之谊。众人尽称善。当下九九与熊灵力、江灵儿兴冲冲地去研究哪几只灵兽今天陷入了抑郁。灵儿用2只老板指导人做了琴箫合奏，九师、九羽师将曲水流觞做得更为精致了一些。李长寿和九无说笑之间，摆好了矮桌，备好了美酒，待肉香飘满林间，半杯鲜酿漫过唇齿。林中奇缘老道也像是闻香而来。那狐女小兰一见是这般阵仗，稍稍有些不安，略微地躲在奇缘老道身后。这狐女比此前少了几分急切与奔放，多了几分温婉与安静。有江灵儿这个在外混了1800年的奇缘之师在，自然不会让氛围尴尬下来。很快，奇缘与九屋同坐，狐女小兰则由端庄大方的九师接待。此地辈分最高的江灵儿几句寒暄笑语，林间的乐声渐渐轻快欢迎。手边流水载着美酒美食，身旁仙影谈吐皆有道涵。也不知是谁出声邀狐女兰起舞，后者面色通红，本想拒绝，但念着3个时辰即将过去，也就轻轻颔首答应了下来。于是伴着夕阳的余晖，妩媚的狐女伴着乐声翩然起舞。林间溪畔的人影大多被这舞姿所吸引，灵娥专心控制指导人奏乐之余，抬头看脸旁边端坐的师兄兄，又低眉浅笑。奇缘不断地抚须沉吟，目中带着少许无奈与遗憾，视线时不时会瞥向不远处的九羽师。九羽师正靠在被九九变大的大葫芦上，
手中端着酒樽，脸颊飘着红晕。刚才不自量力挑战身旁的酒仙人，后者还没有开始进入正题呢，自己已经是不胜酒力了。九九却是自在多了，斜趴在大葫芦的细腰处，把自己想象成一条正在晾晒的咸鱼，一边欣赏歌舞，一边拿着2瓶口味不同的鲜酿，左嘬一口，右抿一嘴。这李长寿就厉害得多了，趁着此时无事，他心神其实只有一缕在此地，早早回归于本体，例行检查一遍自己安放各处的指道人库。于东海中眺望水晶宫，此时也已经歌舞升平。李长寿不用先是探查都能想象得到，这老龙王斜靠在珊瑚宝座上，被几名温柔海女敲腿捏肩的枯燥画面。心神挪去西海，借指道人观察观察西海龙宫在建工程，毕竟是龙宫嘛，最少100年才能够修复如初。李长寿也挺不好意思的，当时为了更好的杀伤叛军，不惜血本用了一颗金仙境金丹作为地煞灵爆阵的引爆核心，效果显而易见，龙宫当场完蛋。不过西海龙宫那100多忠心耿耿的老实龙毫发无损，这就算是功过相抵了。海底藏着的那一只指道人扭了个头，望向了西牛贺州之地。隔着海水，李长寿仿佛看到了那一颗折翼的金蝉球，看到了骑在青毛大狗背上正一脸郁闷的青年道者，看到了那云雾凝成的数千丈高圣人法像，以及一团如漫天彩霞般的迷雾。接引圣人，这位圣人不现身，西方教便不可说探到了底。这可是立大宏愿成圣的狠人呐！若道门之内3教对立不可避免，截教与阐教2家必有一战。在女娲圣人宅家不出，女娲圣人不掺和大教之争的前提下，西方教确实有撼动道门根基的实力。圣人大教，天地大势。李长寿此时也算是爬到了半山坡上，看到了一些风景。但向上眺望，依然只见云雾。山高水远，道阻且长啊！心神再次悄悄转走，去南海观察观察海眼，听一听南海龙宫的笙歌，快速扫过一遍海神教辖地。夜色将来，大部分的海神庙已开始关门，但海神庙周围大多都有热闹的市集，华灯初上时也会格外热闹。与不少仙人不同的是，李长寿并不会羡慕凡人的生活，毕竟他体会过。凡人大多较弱，看天时听天命，匆匆数十载，还有各类苦难折磨。虽因力量较弱，人生显得格外充实，但他既然从中走出来了，便不会驻足回望。向北，李长寿也不忘查看了一下北海海眼，又将心神挪去了临近北洲海岸之地。先是看到离着海岸不远，正有一群巫族聚在林中，围着火架起舞呼喝，庆祝又几名新生巫族的降生。看这般阵仗，今晚肯定又有不少纯情男巫族的老口惨遭痛击。这淳朴且单纯的民风啊！只不过巫族因此前错过的万年，接下来的人口肯定会有所缩减。万年，这个上辈子有些不敢企及的时间刻度，在这洪荒中突然就有了朝夕之意。李长寿远远地注视了这群巫族一阵，听得耳畔乐曲变了，这才收回心神，归于小琼峰。又简单查看了一下渡仙门附近数万里的情形，每3天一次的例行检查，也就这般画上了句号。依然是风平浪静且令寿心安的一天呐。然而李长寿刚想欣赏狐女之舞，心底突然响起了来自于天庭水神府的呼唤，有天将禀告，玉帝相召，请他去凌霄宝殿。李长寿略有些不明所以，仔细推算前后之事，
此时天庭应稳步就班的招兵买马，没什么大事要发生才对呀。陛下这是闲来无事，又要针对一波路亚道人？路亚那个家伙上次被灵豹所伤，此时不知躲去了何地。凭妖族残留的底蕴，想寻到一心躲藏的妖族太子踪迹并不容易，除非是玉帝陛下亲自以天道之力推算。李长寿也想早早出了这个祸患，但路亚说不定早已经被天道相中，让他自大劫之中搞事，想除之是千难万难呐。再多想也没用，先去见陛下吧。顺便李长寿也有点小期待。此前那玉帝2号化身赵德柱已在妖生山战之中显露过踪迹，后续显然是已经不能用了。从化日天到赵德柱，李长寿完全不知道玉帝还会搞出哪般名号，就算是擎天柱什么的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嘛。选了一具仙力充沛的水神指导人，李长寿驾云出了水神府，朝凌霄宝殿飞去。这一路所遇的仙人尽作道揖，天庭兵将抱拳行礼，李长寿多会含笑点头作为回应，既不与人亲近，也不显什么身份。驾云径直落在凌霄殿门前，李长寿快步而行，样子还是要做一做的。高台宝座上，原本正面露郁闷之色的白衣青年见到李长寿，顿时眼前一亮，放下了手中道具。陛下，小神来迟，还请恕罪。无妨无妨，长庚你事务繁多，无自知晓。玉帝直入主题，是这般，吾近来夜观星象，心有所感，突然明悟一处圆满自身大道的机缘。长庚爱卿也是人教出身，修行之高士，可否为吾参谋参谋？陛下，小神这修为可不敢与陛下相比。陛下道行之深，一眼便可伤那金蝉，小神穷尽算计，也才将那金蝉重伤，倒是要请陛下指点小神些修行之事了。白衣玉帝连连摆手，笑道：此前之事不必多提，是这般，长庚爱卿也知，吾虽为天帝，执掌3界，却是自紫霄宫出来就入了天庭，对天地了解并不算深厚。此前吾已化身在凡间行走了不知多少次，但总归只是如走马观花，看个热闹之景。近来吾觉得，若能借地府轮回盘暂时屏蔽心神记忆，吾也去凡间历练一番，感悟天地亲近生灵，或许会大有裨益。哎，陛下这是想下凡体验人生，还是想要去带杨戬之母上天？封神大劫果然不远了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不断思索，他此时只能装作不知此事，从一个天庭普通权神的角度考虑问题，顺便试试能不能干扰天道推剧情。于是李长寿抬头：陛下，您是天庭之柱，更是3界至尊，如何能这般轻易犯险呢？若天庭兵强马壮也就罢了，此时天庭刚刚步入正轨，若您转世屏蔽心神记忆时，自身或天庭遭遇祸难，此当如何？陛下，请三思而行啊。这个……白衣玉帝沉吟几声，抬手轻轻一点，凌霄宝殿顿时被金光包围了起来。玉帝招招手，李长寿会意，向前几步，高台上的玉帝也从玉案后转了出来，快步下了高台，拉着李长寿的胳膊，坐在老台阶上。长庚，吾也是在忧虑此事，这才找你出出主意。你看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又能让吾不必担心被人暗算，又能让吾下去走动走动？陛下，小神若是帮了您，今后被老君责怪，这如何会被老君责怪？长庚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凡人寿元数十载，一晃不就过了？您就这般想下去耍
小臣失言。唉，无事无事。玉帝陛下缓缓叹了一口气。长庚啊，这件事其实对吾至关重要。你可知，日日夜夜天长地久面对同一人，哪怕她再美，也会渐渐变得波澜不惊。吾就是怕影响到与师妹之间的感情，这才想下去多看看凡间女子，再回来时定会对师妹更为倾心。李长寿的额头顿时挂满了问号。陛下这逻辑明显有问题啊，怎么感觉像是……结婚太久，心生疲倦，想体验体验陌生的画面，给自己的婚姻注入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。天道大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里的临时情节、凡俗姿色，比起我家里的差远了。算了，还是出点稳妥的主意，确保陛下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吧。看看，最近发生的这都是什么事？地藏出手搞事儿暂且不提了，这属于道门与西方教正常范畴的交手。总体而言，或有胜负，普通的势力斗争。但是紧跟其后，先是自家师傅姻缘出现问题，被圣人娘娘牵了红绳。这波未平，玉帝陛下又突然决定要下凡去磨砺自身，追求大道的圆满，体验后天生灵的生老病死。饶是李长寿有充足的常规战术储备，对此也是颇感头疼，为之吐槽无力。这都是闲的呀。一个涉及圣人娘娘，一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倒是不能多说什么。